大家好，我是苏苏解压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制作直觉系列花罩发夹樱花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趋势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发夹分为小花枝、花朵、叶子和配件组装这几部分。先学习小花枝，共2个，每个花枝都分为小花苞、花萼和组装这几部分。先学习小花苞，采用锁针起针方法，沿着起针返回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引拔针和长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用线随机。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知识图解。首先，我们来起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，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是第2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锁针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1行，先钩2针锁针，接着在倒数第4针锁针上，1、2、3、4，也就是这一针，挑锁针上方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钩一针长针，钩针绕线一圈，穿入对应位置，将线勾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完成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起针目，继续在左侧锁针上挑半针，钩一针长针，绕线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1、2，长针完成，继续钩2针锁针，在左侧锁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椭圆形的引拔针不需要拉紧。我们将已钩织的针法当做一个花样，继续再钩一个花样。先钩2针锁针，在左侧2针锁针上对应钩2针长针，
2针锁针，下一个锁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第2个花样也钩好了，后面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2个花样。最后一个花样的引拔针刚好钩在最后这针锁针上，完成后断线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预留20厘米线头剪断，拉紧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如果分不清，可以用记号扣标记。后面就不重复题型了。这样小花苞就钩好了。下面学习花萼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是锁针1针的钩芽拉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环形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。现在食指上一共有3根线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，取出，然后将线在左手上挂好，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穿入线圈，针放在线的左侧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继续钩一针锁针固定，拉紧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1圈，先钩2针锁针，在起针的线圈里钩一针长针，一个锁针1针的钩芽拉针，先钩一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长针针目的前半针，也就是针目靠近自己的这根线和下方这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锁针1针的钩芽拉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钩芽拉针，继续钩2针锁针，线圈里钩一针引拔针，不拉紧。我们将以钩这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，2针锁针，1针长针，1针钩芽拉针，先钩1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长针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钩芽拉针完成，再钩2针锁针，1针引拔针，第2组完成，继续再钩一组。
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有一个线圈活动，拉紧活动的线圈，还剩一个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这里不需要拉太紧，线圈就收好了。结尾预留40厘米线头断线。我们继续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短线头在反面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线头。这样花萼就勾好了。最后组装小花枝，先取出小花苞，这里我用小样颜式，颜色随机，反面朝外，长线头先穿入缝针，从起针处开始卷起来。用预留的线头缝几针，固定造型。完成后，将线打结藏好。接着取出铁丝，剪大约18厘米，从小花苞下方挑几根线穿过，这里如果不好穿，可以借用缝针辅助。对折，拧紧，然后取出花萼，反面朝上，从起针中心穿到正面。这里如果不好穿，可以用钩针扩展一下位置，将花萼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。将花萼与小花苞缝合一下。
尽量不要留下太明显的缝合痕迹。完成后，将线头穿到起针处，在帖子上绕线，这里可以稍微涂抹一点胶水固定。注意不要涂抹太多。绕线注意均匀美观。完成后剪断多余部分，用胶水固定。这样一个小花枝就组装好了，另一个小花枝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即可。下面学习花朵，共8朵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完成后加上花蕊。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、中长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环形起针，这里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粗线做演示。完成后钩第一圈，先钩4针锁针，在第一针锁针上挑右侧2根线做标记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对应钩3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。刚好钩完7号扣位置，接着在线圈里钩1针引拔针。我们将已钩这部分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，先钩4针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对应钩3针引拔针。接着在线圈里钩1针引拔针。第2组完成，继续再钩3组。完成后收一下线圈。注意不要拉得特别紧。第1圈就钩好了，接着钩第2圈。在7号扣位置钩1针短针，
这里也就是之前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穿入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短针完成。下一个锁针上，穿入引拔针入针位置，钩一针中长针，绕线一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中长针完成。下一个锁针上，继续穿入这样的入针位置，钩一针长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针中长针，绕线一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中长针完成。下面钩一针锁针，接着钩一针拐压拉针，这里在第一针锁针上跳这样一根线引拔，拐拉针完成。在下方中长针的入针位置钩一针引拔针，一针锁针，一针拐压拉针，注意挑锁针的半针引拔。到了这一侧，穿入之前针法的入针位置，进行钩织。先在第一个入针位置，也就是引拔的同一位置，钩一针中长针，合一针长针，下一个入针位置，钩一针中长针，继续对应钩一针短针，与之前的短针穿入同一位置。完成后，穿入起针中心，钩一针引拔针。这里如果线圈收的较紧，可以用钩针拓宽一下。我们将已经钩织的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，穿入之前引拔针的入针位置，也就是锁针剩余的这样2根线，对应钩一针短针，一针中长针，下一位置钩一针长针，合一针中长针，一针锁针，一针拐压拉针。下方同一入针位置，再钩一针引拔针，一针锁针，一针拐压拉针。在这一侧钩织与右侧对称的针法，注意穿入对应的入针位置钩织。完成后，穿入起针中心，钩针引拔针。第2组完成。
继续对照图纸过完剩余的组数。最后一组完成后，拉大线圈，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。将线头从起针中心勾到纹理模糊的反面，起针的线头顺着纹理收好。这样一个花朵织片就勾好了。下面制作花蕊，先在织片正面中心涂抹一点腮红，接着将预留的线头拆出2股，穿入细针，穿出织片中心，穿入3颗小珍珠，穿到反面，再将珍珠固定一下。这样花蕊就完成了，线头暂不处理，一个花朵就勾好了。其余花朵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。最后学习叶子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其对应的针数，完成后钩第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在倒数第2针锁针上挑上方半针钩一针短针，做好标记。继续对应钩5针中长针，2针短针，最后一个锁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2针锁针和1针引拔针。完成后，到了另一侧，穿入之前的入针位置，钩织对应的针法。
线头一起收一下。最后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，钩针短针，然后在接腰扣位置引拔，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，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我们同样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这样一片叶子就勾好了。其余叶子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即可。最后进行配件组装，分为大珍珠、发夹及吊坠蝴蝶。请看微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先组装大珍珠，剪18厘米左右的铁丝，穿入一颗大珍珠，对折，拧紧，一个大珍珠就完成了，其余3个按照同样的方法组装即可。下面将已完成的部分与发夹组装起来。先取出花朵，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2个花朵相邻位置，花瓣交错开来，形成簇拥的效果。缝合一下。缝合好后，将线头藏好。接着，在这个花瓣左侧，再缝合一个花朵，这里花朵的分布贴合夹子的弧度。具体重叠及簇拥的效果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这里按照成品将左侧花朵的花瓣压在下方。用其中一根线头进行缝合。注意不要留下明显的缝合痕迹。固定好后，在反面打击藏线即可。最后在左侧缝合一个花朵，形成簇拥的效果。与这个重叠的花瓣中间间隔一个花瓣。具体走向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
多余的线头全部收好，这样一侧花朵的缝合就完成了。接着取出5片叶子，正面朝上，叶尖朝外，缝合在花朵下方。这里具体的分布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按照发夹的弧度调整。想要这里按照成品，2片叶子放在最左侧交界处，挑花朵反面的线缝合固定。叶子露出一半即可。固定好后，打击藏线。另一片叶子按照同样的方法固定在另一侧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，剩余3个叶子分布在右数第2个花朵下方，上面2个，下面1个。确定好位置合适后，缝合固定。叶子缝好后，接着取出小花枝和1个大珍珠，小花枝在上方，珍珠靠左，在中间位置，用钩织叶子的线缠绕一下。结尾处加入另一个大珍珠，位置靠右。与花朵对比一下，底部在第3个花朵下方即可。确认位置合适后，剪断多余铁丝，处理线头。再剪一小段同色线，将小花枝与花朵中间位置稍微固定一下。注意小花枝超出花朵有一点距离。
打结，线头藏好。另一根线头同样藏好即可。接着调整一下大珍珠，弯折一下，按照喜好调整位置。这里大珍珠可以再拧紧一些，让纹理更加精致。确认合适后，重新取线穿入缝针，将组装好的花朵放在发夹右侧。找两处叶子的交汇点进行缝合。这里右侧叶子的交汇点与发夹右侧第二个凹槽处进行固定。这里闭合状态下，发夹不好缝合，可以找个物品夹一下。小花苞与发夹边缘对齐，挑叶子的线与发夹固定，同时将小花枝一起固定进去。开始预留点线头，拉紧，缝合线尽量整齐美观。固定牢固后，将线打结。收好。另一根线头同样在里面藏好。接着另外取线，在这一处叶子交汇处与发夹这一凹槽处进行缝合，方法相同。同样将小花枝的花茎包裹进去，发夹将其完成。这一处缝合好后，
调整一下位置，让上面的花朵盖住下面的花茎。大珍珠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一下位置。开始的花朵有些悬空，可以将其与小花枝这里粘贴固定一下。大珍珠同样可以固定一下。这样一次的发夹就组装好了。最后组装吊坠蝴蝶，吊坠共4个，2个珍珠吊坠扣在最下方这个花朵靠近发夹的花瓣上，花瓣吊坠扣在靠近外侧的花瓣上。发夹竖起来，吊坠能自然晃动。具体位置大家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安装方法。先剪取1节链条，成品是3个环扣。具体链条长度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。一端掰开，扣在水滴吊坠上。恢复原状。另一端穿入一个圆环，圆环扣在织物边缘。这里一般扣在织物的反面，边缘挑2根线，可以先挑松一点。想让这里织物随机，闭合圆环，这样一个吊坠就安装好了。下面我演示一下花瓣吊坠的安装方法。同样取3个环扣，一端安装圆环，同时安装花瓣，闭合圆环。
另一端安装圆环，然后扣在织物的边缘。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闭合圆环，这样花瓣吊坠就安装好了。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，将对应的吊坠安装到对应位置。这样一侧发夹的组装就讲解完了，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组装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将其完成。最后在一侧的花朵上粘贴蝴蝶，在蝴蝶没有钻石的反面中间涂抹胶水，按压牢固后折叠一下翅膀，使其更加立体。具体位置大家按照喜好确定即可。到这里，整个发夹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速速解夹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